咱们在生活中都难免会遇到疾病和痛苦，那时候很多人都会去寻求安慰和治愈。那么，在一个有信仰的世界里，能带来治愈的信心，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今天我们就通过圣经里2个特别打动人心的故事，来聊一聊这个核心的问题：父神究竟会医治谁呢？这个问题你听着可能觉得挺简单的，但里面的答案呢，可藏着很深的智慧。你会慢慢发现，信心、谦卑，甚至怜悯，都在里面扮演着特别关键的角色。好，那咱们就从第一个故事说起。咱们要讲的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位迦南妇人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一位母亲能有多绝望，她的女儿被病痛折磨得非常痛苦，她呢，拜遍了所有能想到的神明，可一点用都没有。就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她把这最后的希望放在了耶稣身上。她就在人群里特别恳切地这么呼喊，但是呢，耶稣一开始一句话都没说。你想想，这种沉默对她来说肯定是巨大的考验。不过，这背后其实也藏着一个很重要的教导，不光是给他的，也是给当时在场的门徒们看的，就是神的恩典其实并不只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族群里。后来呢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他的恩惠主要是为了以色列家迷失的羊。这句话其实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背景，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犹太人都觉得自己是神特别拣选的子民，对不是犹太人的人呢就有点偏见。所以耶稣这么说，听起来就好像是在考验这位妇人的决心。可这位妇人呢，她没放弃，还继续上前去拜他。结果耶稣接下来说的话可以说是相当冒犯了。在当时那个环境下，把外邦人比作狗是一种挺常见的轻蔑说法，这无疑是对他的信心和尊严来了一次双重考验。但是这位妇人的回答简直可以说是典范了，她一点都没有被冒犯，反而顺着耶稣的比喻展现出了惊人的智慧和谦卑。她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。他这句话就等于是在说，就算我只配得到那么一点点零碎的恩典，那也足够了。你看，这一下就说到关键了，他的回答彻底打动了耶稣。耶稣就称赞他说，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。你瞧，这份信心它不是那种盲目的祈求，而是包含了谦卑、坚持和智慧的一种强大力量。也正是因为这份信心，他女儿的病就在那一刻完全好了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发生在加百农的例子。这是一个关于百夫长和他瘫痪仆人的故事，也展现了另一种非常强大的信心。这位百夫长，他是个罗马军官，一个外邦人，但他却主动来为自己的仆人请求耶稣，这在当时可是很少见的。耶稣一听到他的请求，马上就答应了，说：“我去医治他。”但是这个百夫长的回答让所有人都没料到，他不仅表现得特别谦卑，觉得自己不配让耶稣到他家里去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展现出对耶稣权柄的一种深刻理解。他相信治病根本不需要耶稣亲自跑一趟，只要他说一句话，那就足够了。他还用自己的职业来打比方，他对士兵说去，士兵就去；说来，士兵就来。他太明白什么是权柄了。在他看来耶稣拥有的是一种属灵世界里的至高权柄，疾病和痛苦都必须听从他的命令。耶稣听到这话，又惊讶又欣赏，他就转身对跟着他的人说，这样的信心，就连在以色列人当中，他都从来没见过。你想想，一个外邦的军官，竟然比他的同胞更理解他的权柄和能力。你看，这2个故事里有一个共同的、特别让人感动的核心，那就是一个人的信心真的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祝福。母亲的信心拯救了女儿，主人的信心医治了仆人。这就告诉我们，信心的力量是可以传递的，是可以为我们关心的人带来改变的。好了，听完这2个故事，咱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，神到底医治谁呢？现在这个答案好像越来越清楚了。从迦南妇人和百夫长的故事里，我们能看到一个很清晰的模式，那就是
神医治那些有信心的人。但这里得注意一下，这里说的信心可不只是简单的我相信就完了，它是一种不顾一切的坚持，一种发自内心的谦卑和一种对神圣权柄的认知。咱们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。我们经常听到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，他从来没说过我的药救了你。这就凸显了一个核心的区别。信仰带来的治愈，它的源头是一种超越物质的力量。而对于很多慢性病来说呢，无论是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，都常常会遇到瓶颈。所以说，这里的核心要点就是那种真正的深层次的治愈，是来自神的能力和智慧，而打开这扇大门的钥匙，就是我们的信心以及听从指引去做的行动。这一点，迦南妇人和百夫长已经给我们展示得非常清楚了。不过，故事到这里还没完。如果说信心是获得医治的主要途径，那它是不是唯一的途径呢？咱们再换个角度，从怜悯这个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。答案呢是否定的。虽然说信心是主要途径，但圣经里也记了很多例子，说明神的治愈也出自于他纯粹的怜悯和恩典，甚至是在对方没有主动表现出信心的情况下发生的。举几个例子啊，比如说他治好了10个麻风病人，但里面只有1个回来感谢他。他出于对一个悲痛寡妇的怜悯，让他唯一的儿子复活了。他还主动医治了一位被病痛折磨了18年、身体都汪了的妇人。在这些例子里，治愈就更多的是出于他主动的怜悯，而不是对方用信心来交换的结果。这样一来，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：医治，它究竟是我们用信心换来的结果呢？还是一份我们本来不配得到，却出于恩典和怜悯白白赐予的礼物？也许答案就在治疗者之间。它既提醒了我们信心的重要性，也让我们永远都对那份无限的恩典心里存着一份盼望。